好，那教授，你刚刚提到说，我在两大国争议里面一定会组成同盟，对，就一定会有同盟关系，美国有同盟关系，中国有同盟关系，而中国的同盟关系当然讲就是俄罗斯有伊朗有北韩，那现在他怎么去做？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你现在做了很多动作，委内瑞拉或者很多动作，其实都在破坏这个同盟关系嘛。那当然，我们不是讲剪群编吗？建群编，你一定记得这句话嘛，叫邪恶轴心嘛，邪恶轴心对不对？中共啦，俄罗斯啦，北韩啦，然后这个伊朗啦，委内瑞拉啦，这里面现在被处理了几个？就委内瑞拉处理两个了嘛，两个处理，对不对？两个了嘛，还有不在名单上的家伙也被弄掉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慢慢讲，古巴嘛，古巴没对，古巴好，所以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从民主国家或从好人角度来看，真的有这么个邪恶轴心在这里。然后这些邪恶轴心呢，他们或明或暗的互相帮忙、互相声援，甚至呢互相在战略上支援，跟在军事上支援。那我最后，如果我美国认定我最好跟中共去这个大国争霸的话，或者我要这个对抗共产主义的话，我是直接跟他打呢，还是我慢慢削弱他？当然削弱旁边，对吗？对，因为我没有把握我能一次把它打掉，所以我慢慢削弱它，这叫剪群编。那么这样就能够解释今年1月初的他去抓马杜罗，就抓这个委内瑞拉马杜罗。所以打了马杜罗之后呢，你可以看到“一带一路”呢，在拉丁美洲这个地方呢，就很难走下去，因为我们晓得委内瑞拉长年以来是中共推动“一带一路”在拉丁美洲的一个桥头堡，还这么重要？是，就这么重要。它有几个特色。第一呢，它石油非常丰富，大家都知道，它是全世界石油储量最高的，所以中共跟它呢有非常密切的石油的往来。中共需要的石油大概5%从委内瑞拉买来，15%从伊朗拿来，这两个都没有的话，它损失20%啊，这个损失1/5，这很严重的。第二就是我在中国的委内瑞拉呢有很大金额，超过1000亿美元的基础建设投资，我投资你的铁路啦，投资你的公路啊，投资港口啦，投资发电厂啦，投资这个石油设施。那现在被美国端了之后呢，我到底拿回多少我不知道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呆账，那甚至是赔钱的。这第二个，第三就是这个我跟委内瑞拉去买卖石油的时候呢，用的不是美元，人民币，用人民币，所以原来是让我人民币出海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出海口，现在呢被美国减了，所以光是委内瑞拉呢，你就晓得说，哎，这一块就少了很多。另外就是，这次美国进去抓马杜罗的时候，大家就问一件事情：你委内瑞拉不是跟俄国、跟中共买了一大堆尖端的这些雷达、防空武器、跟战机、跟这个那个吗？对，为什么没派上用处呢？而且连隐形战机都可以看到，因为是美国啪一下就进来了，啪一下就出去了，你连看都没看见啊！不，对不起，雷达没看见，眼睛看见了，就听说眼睛开枪了。没用，看见了，然后开枪了，打了直升机，但是直升机中弹，但是没事，所以眼睛看见直升机，但是雷达没看见，所以我觉得中共俄罗斯会吓坏了。我不知道我卖给委内瑞拉这装备有多好，但晓得不管用。如果我卖给委内瑞拉装备是我现在国内的第一线装备的话，那表示美国进我这边我也看不见了。所以我觉得插出另外一个话题，就是中国现在有4个军工的高官，对，负责导弹的，负责这个歼20的，负责防空的，负责雷达的，4个人全部干掉。4个人干掉就根本就是因为在委内瑞拉、在伊朗，你就用的都是我的东西，是你们4个吹牛说它很好用，可以保证我的这个安全，结果你们4个人的状况都出来了。现在不只是4个人，因为在伊朗也有类似情况啊，所以是不是都是你们干的？你如果是习近平，你也会这样怀疑的嘛？毫无疑问嘛。而且我们知道，这个军工是贪腐非常严重的地方，因为那数字太大了，然后很多地方很难查核。其实这个你委内瑞拉这种地方呢，贪污不用讲了，中国大陆盯得这么严的都出这种事情，你可想而知。所以这个委内瑞拉还有一点呢。这样被端掉之后呢，因为中共在委内瑞拉建了很多的监视站，它监视什么？它可以监视这个卫星动向，也就是在拉丁美洲、在西半球的这些卫星动向呢，我这边有站可以看的。
所以你美国这边动向，欧洲这边动向呢是，我中共从这边可以看到。而且特别看着加勒比海，这是第一个这很厉害。第二呢，我有军方人员派驻在这里，我在那是就在当地情报收集。第三，委内瑞拉呢是长年以来跟古巴合作，反对美国的一个反美阵线的2大主力，现在一下被剪掉了。对，所以你觉得它损伤重不重？重非常重，对不对？还没完。原来中共有设想，你如果在台海搞我，你美国在台海搞我，你在南海搞我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一方面在这边抵抗，二方面呢，我也搞你。就中国有句话，你到我家来，我到你家去。所以你在南海搞我，在台湾搞我，那我在古巴搞你，我在委内瑞拉搞你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这叫做战略换位思考，其实是不错的想法。现在美国看到的，把你剪掉。是不是完全剪光我还不知道，因为我们还要看古巴的动向。但至少走到这一步呢，中共能用的棋子少了很多，所以剪裙边应该说快剪到肉了，快剪到肉了，大概是这么个情况。我等于说把你周边慢慢清了，你就主要是那个。是。好，那可是现在他也攻伊朗，当然攻伊朗跟这个逻辑是一样的。可是攻伊朗，你现在看到它陷入一个困境。可是我们讲，伊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，而且伊朗刚刚讲，它也是一个军备，它也是一个科技相对比较好的地方。那你在打伊朗的时候，你没有考虑吗？你的伊朗为什么要就做这么大的一个决定嘞？我们上回不是谈伊朗谈得蛮仔细的吗？我们把一些重点再重述一下。第一，它的地理位置重要。往北走呢，就是北亚，然后走到这个乔治亚、亚美尼亚、亚塞拜然后是俄罗斯，然后这边是里海，这边是黑海。往这边走呢，就到土耳其，然后就进到欧洲去了。往南走呢，往右下角走呢，进到巴基斯坦，然后进到南亚次大陆。往东边走呢，就进到哈萨克、吉尔吉斯等等，就接到新疆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它是一个符咒之地，战略上非常重要。那么这个地方啊，坦白说，抓在谁的手上对谁就有利。1979年以前抓在美国手上，1979年科梅尼革命之后就抓在俄罗斯手上。所以美国跟伊朗呢有40几年的仇恨，对，在这边摔过飞机啦，然后这个使馆被抓啦，然后这个人质被俘虏444天了，搞那个总统下台了，这些都是我美国很丢脸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我要把它搬回来。然后这第一个就是我跟你之间有旧账要算。第二就是你的战略地位的确重要。然后大家说他拿石油拿石油，太小看他了。太小看他。我常常讲说，我们台湾人呢要有比较大的眼光。我们当然要从台湾看世界，但是不能只从台湾看世界，要学会用大国视角去看世界。也就是美国怎么看这件事情，中共怎么看这件事情，俄罗斯怎么看这件事情，看懂大国在这地方角力之后，我们才能判断说我在这里扮演什么角色，然后我能干什么，我能得到什么好处。你得这样看问题，我才不会一厢情愿，才不会一厢情愿。现在台湾很多朋友觉得一厢情愿，这就我觉得最生气的地方。好了，所以第一呢，伊朗的战略地位重要。第二呢，我要产石油，我的石油呢，供应俄罗斯啦，供应中共啦，供应古巴啦，供应这地方啦，怎么等等。我所以强化了邪恶轴心，然后给美国制造困难。同时我伊朗呢，因为我钱多，那再怎么样我钱还是比较多，所以呢，我在这边对抗以色列。我除了对抗以色列之外呢，我还可以制造地方的困难，我帮助真主党。我帮助哈马斯，我帮助胡提组织，我帮助伊拉克跟叙利亚里面的这些什叶派的民兵，所以我至少有5个棋子在外面玩，所以它就变成一个，我是一个区域乱源。所以川普有讲，你不把这个乱源端掉，你就没有办法让这个地方安定。对，所以我可以理解。可是美国其实在对外战争里面最痛的一个战争就是越南战争，那个对越南非常的痛，对美国非常的痛苦。对。那现在呢？伊朗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只要敢有一个靴子踏到伊朗的土地，我就要让你跟越南一样。也就是说，你只要敢动用地面部队，你就深陷其中，你就离不开。有这么严重吗？”我都不见得。我认为就是看你决定要出多少兵，要打到什么地步。因为当初越战之打是那样的，就是因为美国呢，他没有真正想赢。我们当初有那个军事代表团派到越南去。我们跟美国讲得很清楚，当初我们在大陆上剿共的时候呢，打赢过也打输过。我们在哪边打赢过呢？我们打江西时候打赢过。
我们打江西苏区怎么打赢的呢？我们接受了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，堡垒战，用碉堡战术，用堡垒战术，梅花般的向前推进，逐步推进。然后我们当时建议说，在越南呢，南北越之间呢，我们画一个20公里的一个这区，北边10公里，南边10公里，我用炮火全部打平，把生力全部砍掉。换作是你根本没有掩蔽的，没有办法穿过来，这第一个。然后呢，这边用地雷用重兵守好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就每一个省呢，南越的每一个省呢，你要对内打，不许对外打。就是里面的共产党，你往里打，不许往外打啊。这第二个。第三呢，轰炸胡志明小径。我们的这个团呢讲得很清楚，美军说不用，谢谢你们的建议，谢谢你们建议 ，We'll be home by Christmas。我们在圣诞节以前就会就打赢了，就要打到多久？打了5、6年，从1965年打到70年代，然后最后呢，在尼克森情况下呢，才灰头土脸离开。所以今天就是你要不要汲取当年的教训？你是要怎么打？你是不是能够下定决心很快就打赢？当时北约自己的内部承认，美军再砸3个月，我们必须投降。你就那3个月撑不下去。今天就是你在伊朗你要达到什么地步？其实你仔细看，伊朗当然有它强的地方，但这么强国家它有它的弱点，你是不是能够打到弱点？譬如说哈格岛或哈尔格岛，它就是一个弱点。是。然后旁边有几个岛，它有一些这些防空兵力，以美军力量完全可以打这些地方。所以你说他现在你不用全面进攻伊朗。所以你说至少这个荷姆斯海峡这个地方它是可以控制的，是只要它能够控制荷姆斯海峡，它就等于说在这个战争里面取得一个优势地位。对，那当然现在就是说，我上次不是讲了吗？美国跟以色列呢，在伊朗呢有上中下3策，上策就把神权政权打掉，中策就是消灭你的核武力量跟这个飞弹跟无人机的力量，下策就是只把核武力量拿掉或者一点点飞弹能拿掉，这是下策。美国认为大概中策以上的他可接受，但对以色列来说呢，最好是到上策。现在我猜就是美国跟以色列的商量。我们是不是必须走到上策？我猜美国现在慢慢会想走到上策，也必须打掉神权政权，整个断掉。那怎么打呢？以色列影响很清楚了。这个他总理纳坦雅胡出来讲，他说我们要给伊朗人民起义呢创造条件，我要把这个IRGC 就把革命卫队的总部打掉，把一些力量打掉。把巴斯基民兵那些地方力量打掉，当把这力量打掉之后，老百姓不怕镇压的时候，他就起来革命了。这个对美国跟以色列来说可能是最好的状态，所以他们在往这边走。可是现在情况是乐观吗？特别最近一个 F-35又被打下来，看起来他的飞弹部队还是持续的。是，但是你如果看他，因为美国也发布了伊朗这个开战这18、19天以来，他发射飞弹跟无人机的数量的变化，这几天你看到有上升，表示说它有一定的实力在。问题是它还有多大的实力，还能撑多久？只是这样。也就是这个东西其实要靠什么呢？靠很准确的地面情报。那这个就不是我们能猜得到的了。他到底掌握什么情报？不过在这个荷姆斯海峡过程里面呢，就川普就蛮生气的。他说：“我的石油从这边才2%、3%，你日本。”这么多，中国这么多，韩国这么多，甚至这个荷姆斯海峡对英国非常重要，对北约非常重要。结果你们都不出兵，要我来负责他所有的安全，他就觉得非常荒谬。然后他最近呢又对北约抱怨越来越多。那越来越多的状况下，当然讲说，甚至他的幕僚有一个讲说，我们有可能北约，你说撤兵退出不可能，可是他会不会慢慢淡出整个北约，闹得北约的这个所谓的北约的吕特吧，他紧张的非常明显。他说你不要忘了。北约没有美国的保护，我们是活不下去的。他也看准了。那川普在交易的艺术里面不是讲得很清楚吗？我觉得极限施压。我的极限施压，我不但施压敌人，我也施压盟友啊。因为美国跟北约的欧洲盟友关系呢，将来我们会另外专门谈一下，因为它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。但今天不能说了。美国跟北约是同盟，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。一个国家怎么选择同盟？比如说宝杰兄，你怎么选朋友？你有什么标准？我不说女朋友，我说一般朋友。利益要一致吧。利益，
那想法一致，想法一致，那做法比较矛盾。简单说价值观，对不对？最根本是价值观。咱们俩价值观是不是很接近呢？然后这个我们对一些问题、重要问题看法是不是相同啊？然后就算是看法不相同，我们是彼此可以容忍啊，是吧？就这几个标准过了之后呢，那行。但是国家跟国家之间选择同盟，最后有一个标准，关键时刻你来不来帮忙，对不对？选朋友不一定要到那一步，因为你不一定会碰到这种威胁，但是国家会碰到这种威胁，所以同盟最后标准就是关键时候要你的是你来不来，你不来的话，那我就翻脸。所以我帮你帮了这么久了，现在我要你是你不来帮忙，对。那我当时想说，我说不会吧，欧洲国家真的这样讲话？他会讲多久？现在不是说了吗？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荷兰、意大利跟日本都说我们来帮忙吗？所以有人建议说，台湾要先讲说我们来帮忙。你说没有用，我说讲了，反正他不会用，反正不会用台湾，他不会用台湾，但我讲，至少他会高兴啊。你现在让他高兴很重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这是台湾的战略，这是台湾战略。我很多时候讲，我说台湾其实口惠而实不至，完全得到了好处的，我们就不太敢做。为什么？儒家书读多了。儒家书读多了，我们这边写的是温良恭俭让，不是不可以，但是你在处理国家事情的时候要写国家利益，不是写的温良恭俭让。所以现在川普讲说，那妙姐讲要先搞清楚大国利益，大国这个利益里面绝对不会让台湾进去，所以不会让台湾进去。我如果看准这一点，我这边喊说，我来帮忙，没有人会叫你去的，也没人敢叫你去的。对，所以就是你的那个看清楚局势的重要性。当然就是你要考虑一点，就是我真的讲的，川普说可以，你人不要来，你钱来。我猜我们有人会怕这件事情，不过也没关系啊。我说我钱来可以，当然那我对美国投资要扣掉。你不是这样算的，我也可以这样算的，为什么你可以这样算，我不可以这样算呢？这叫国家利益。对，你在川普面前能据理力争的时候，他会尊敬你的。对，这个人是觉得说这家伙有料的话，我佩服他的。我那时候他不是几年前跟金正恩吵过一次吗？对，双方吵得很凶的时候，他说我有很多朋友讲说，他们要打起来，他们打。我说不是，我说那要干什么？我说他们想谈判。他怎么会呢？天天想打，那金正恩想打川普，川普想打金正恩。我说不会的啦，双方都有核子武器，不会打了。双方是看说我可不可以吓倒你，吓不倒你，那咱们来谈判。那最后谈判了。谈判的时候去了，以为谈成了，川普他先走了，金正恩吓坏了，说还有这种事情，我们也没看过。对，所以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判断，我说川普这个人呢，手段很辣，然后他看事情看得很准，然后呢手段很强硬，所以这个家伙如果当总统的时候，你不要随便得罪他，你有的时候呢稍微忍让一点点，配合他一下呢，让他高兴一下呢，你会得到更大的好处。台湾还没有完全学到这一点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。那一开始我们就讲说，现在整个全世界的主旋律，那当然就是中美的一个大对抗。对，那中美大对抗，刚刚讲到，你今天不管对委内瑞拉，你不管对伊朗或东西，你都觉得他们是捡裙边。所以，我如果再回到2025的那个国家安全战略里面，很清楚，就是我现在所有的动作，我所有的目的，我如果拉到最后，其实都是剑指中国嘛。对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刚刚讲说自顾跟弱敌嘛，对不对？你若把川普这不要算上一届，就光算这一届，他现在上台到目前为止重新回来就1年多，你把他的经贸政策啦，然后这些财政政策啦，当然他跟那个Fed 那个主任的关系可能搞得非常僵，但是至少就是他有他的一套逻辑在那里。他的财政政策也好啦，然后他的军事政策或者说他的晶片政策什么等等呢，不管是对内对外呢，他的目标都非常清楚。我要强大起来，我要削弱中共。所以刚才讲的都是内外的情势，还有一个我们没有讲的，或许下次可以谈一下，就古巴的问题。现在古巴最新消息出来说我要做大的改变，我不晓得最后是不是真的要落实。然后第一呢，我们现在要政治和解。对。然后第二呢，政治和解就是我逃出去政治犯什么等等，我全部不过问，欢迎你们回来，我不再追究以前的事情。第二就是我开放土地，土地可以买卖，可以拥有所有权，那就不是共产党了，甚至包括外国在内。第三呢，就是这个财政的什么金融呢，我完全开放。如果真的做到这几点了，慢慢就不是共产党了，还差一个，还差一点点，是不是有普选？然后许不许这个多党竞争？如果这两个开的话，那就不是共产党了。是，所以他就等于说一点一滴的去这样处理。可是现在有一个新的局势，就是说，
川习会其实3月31号本来要进行，那呢他就说我的伊朗还没弄完，那所以呢我就不跟你川习会。那大家讲说，你川习会跟伊朗是什么关系？你都跟高市早苗见面了，你跟高市早苗可以在你伊朗的时候见面，为什么你跟习近平的时候一定要在你伊朗搞定了以后你才要见面？难道伊朗的这个事情跟你跟习近平见面两个是一件事吗？倒不是一件事，但是说关联度很高。我跟高市早苗之间为伊朗问题关联度不高嘛？川普逻辑是这样嘛？那伊朗是你小弟，你帮了这么多年。我去年去炸他的时候，你又偷偷去帮他，那现在我又去炸他了，我看你帮不帮他？我现在真的看你在干什么，我在看你在干什么。然后呢，听说另外一点就是，我们的这个美国的贝森特跟你的这个何立峰呢，在巴黎谈的好像谈得不是很好，没有最后结果出来。那没有这结果出来，咱们见面没什么用。所以谈出结果来，你给我个满意答复呢，我才来见你。对。否则建完之后呢，这个贸易协定也没签，然后你也没有多买我的这个黄小玉，然后这个我也没有开晶片，然后你的稀土不给我，那我要谈来干什么？就像你一开始谈到第一次他们两个谈中国画了一个大饼，结果中国画了一个大饼以后，我根本没有执行，我执行了50%几而已。那他有这个教训，就是说我不能确定你的执行，我不能确定你最后的结果，对，我就不跟你见面了。对，就除非就是至少我要拿到一个关税协定。那你落不落实，我再慢慢追。那如果连关税协定都签不出来的话，那我见你干什么？因为对川普来说，习近平是没有连任压力的，坦白说比较小。对，川普川普没有连任压力，但他有其中选举压力。11月就要选，所以他在7、8月的时候呢，至少要把一些事情弄出个眉目出来。弄不出来的话，他那选举很难搞，因为大家都知道。一般来说，就是执政党，美国执政党在其中选举当中呢，不容易选赢。川普上任经济搞得很好，都没有选赢。所以这次这种情况，他如果没有把握的话，他宁可不去大陆，因为否则可能丢分会更多。因为会变成说，第一，我拿不到东西就算了，如果习近平再倒打我一耙的话，那我其中选举大败，我是更惨。所以反而不如不见比较好。好，那我们知道，在美国的政治圈里面有一个叫总统学，就每个总统出身简给，甚至每个总统的演讲稿都有人非常仔细的去研究。那我觉得川普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个性，他破产过6次，呀，我们在台湾人，你刚才讲温良恭俭让、儒家思想，我只要破产一次我就快疯了。他破产6次，代表他不怕失败，我不怕从头来，我不怕翻桌子，我不怕跟你翻脸。这个个性对于他现在做这个所作所为，就是我今天去研究他，毕竟你是美国总统，我要研究你，我要了解你，我要知道你接下来的作为。那这一次6次破产的经验，对他或我们来看他有什么事要注意？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部武侠小说，是叫什么名我忘记了，里面有个主角叫千拜剑客，千拜剑客，这样听你就懂了，对。他打输了1000次都没死啊，不简单了。至少说人家失败1次被人家杀掉了，他失败1000次之后都没输掉，他从当中淬炼出来，我下次怎么战胜。我觉得川普有点像这个样子。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啊，川普年轻时候读过军校。对不对？他在就差不多初中到高中这段成长时期读过军校。这个时候读军校的人呢，对人格成长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当过兵都晓得说，那几年的经验对我是有帮助的。所以你现在回头看川普的个性，我常常讲说，不要觉得他只是商人，他既是商人又是军人。这是第一点。很少人用这个观点。对，他不是商人，他不只是商人，还是军人。你看他行事作风，有的地方就像这样的。然后他说我的什么极限施压啦，我要开高价啦，我要画饼啊，然后什么等等啦之类的。其实，在他的这1年多的行事作，事实上上次4年，这1年多5年多行事作风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。简单说就是，他跟传统的美国总统完全不一样。他跟传统的政治人物也很不一样。他会做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事情。或者讲的难听点，就是他底线可能比你低，然后他会做出一些你想象不到，比如说，咱们跟金正恩见面之后，我可以先坐而去，过去没有这种事情的，他可以这样去，然后居然他前面约到了金正恩，2个人一起手牵手跨过那个38度线，那时候有朋友传的照片给我说，
这么难约的客户你都约到了，你还有什么你还有什么借口？哎，我说这话讲的太有道理了。这两个都很难约，这两个居然彼此约到了，那为什么？也就是你有我要的东西，我不能不要；我有你要的东西，你不能不要。所以咱们如果都不能压服对方的话，那咱们坐下谈。所以从这地方你可以看见，第一他的个性，第二就是他吹嘘了很多东西，但他真的慢慢去落实。有人上过，对他落实的证件最多。对，他在竞选的时候开的支票，在上任之后落实比例是最高的。对，就你讲的就是这句话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他真的是一个比较有实干能力的一个总统。然后他有雄心，他想把自己弄到那 Mount Rushmore 上，我不觉得那是个好主意。对，但是这个人有这种雄心呢，你至少也得认真一下。所以我常讲，我说你可以不喜欢川普，但你不能不了解他，你不能不研究他，你不能因为你不喜欢他就说哎呀他干的事儿一钱不值，不是的，他干了很多事儿真的都是掷地有声的事情。伊朗不是说你一个靴子踏上土地吗？对，川普可能3只靴子踏上来，不只是1只靴子，你先等着看。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哈格道，所以他的事情就是我再说一次，我们得比较认真看待。其实一开始我对川普也会有很多的问号，因为我们过去对领导人的评价、领导人的感觉跟他其实有很大的落差。可是如果你再冷静的去思考下来的话，你会发现说，如果你要去对付中国，你没有川普，你还真的没有办法去对付他。那刚刚讲的所有的主旋律都跟这个美中的这个争霸是有关，所以如果今天川普他继续，他还有这样的这个 power， 他来去对付中国，然后呢这个局或这个棋会怎么样子走下去？我觉得，如果说你从这么高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话，第一个就是他对于集权跟对共产主义的痛恨呢是非常明显的了，这非常明显，这个当然是毋庸置疑的。其实他在第1任的时候，那时候他在联合国演讲了，我已经读出来了。只是我那时候一下有点疏忽，我觉得说，是不是美国总统的陈腔滥调？后来等到副总统彭斯出来演讲之后。我一个朋友提醒我说：“你要回去再看一遍。”我再看一遍，我说：“哎呦，我说你讲的对，我说他的话是很真实的。”彭斯做了第2次演讲，然后这个蓬佩奥做了1次演讲，彭斯做第3次演讲，4次演讲加川普的演讲，5次演讲出来之后非常清楚了，都是自由主义对抗共产主义，对，非常明确了。换句话说，这个要去对抗共产主义的号角已经吹响，大旗已经举起。现在正在一步步落实，所以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这些都是剪裙边的动作。当然，他对中共也有实质的动作，这个我们将来有机会再说。这是第一块。第二块就是回到我们前面讲的国际秩序，美国是打造今天这套国际秩序的主力国家，那么这套国际秩序对他有利，然后对很多国家有利，坦白说对中华民国也有利。所以站在我们角度来说，我们也应该支持跟维护这套国际秩序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跟美国呢是同盟的，至少我们是平行作战的，是有平行利益的。那么美国不但有这套这个不但有这套国际秩序，在这底下的价值观呢，跟我们是吻合的，因为我们也相信民主、自由、法治、人权，我们不相信一党专政，我们不相信独裁，我们不相信这些东西。然后我们也比较喜欢美国的这种生活方式，因为它毕竟是一种比较现代的，然后比较文明的生活方式。我们对于中共那种压迫式的一党专政呢，我们觉得是很落后的东西。而且现在美国的所作所为呢，你仔细看呢，最后呢是维护了我们的安全，然后促进了我们的利益。更重要一点就是帮助我们反共，帮助中华民国对抗上百年来最大的敌人。那我们有什么理由把它推开？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说，我现在看见说我们跟美国之间平行利益。他说你抱美国大腿，我说难道你去抱中共大腿吗？你到底选哪一个呢？所以这是一方面就是一个世界潮流的问题，第二是一个很冷酷的一个国家战略的考虑的问题，也就是我到底跟谁走我会比较安全？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很难回答。那如果讲到今天台湾还有人看不懂的话，那么他们所宣称的那个方向或他们所代表那个价值呢，对台湾来说呢会是有害的了。这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真的应该认真思考而且认真推广的一个观点。好，我们常讲一个古话，就是以大事小要以人，以小事大要以智。台湾就是一个小国，在这个大国里面，
就像明老师刚刚讲的说，你要搞清楚大国的游戏规则，你要搞清楚台湾在这中间扮演的角色，哪个东西对我们的利益是有关的，你要有非常的智慧，有眼光，看清楚这样的一个潮流。所以我们要常常邀请明老师来我们这边，谢谢，告诉我们说，哎，局势到底是什么样子？台湾这样的一个小国，我们到底要怎么站，怎么安身立命？安身立命其实对台湾来讲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。谢谢明老师。哪里？谢谢，谢谢各位观众。电视看不到的独家内容，锁定 YT 宝洁怎么说？每周3、4晚间6点独家上线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加入会员按下超级感谢，听听宝洁怎么说。